热带雨林资源是很丰富，但是环境恶劣也是真的恶劣。那么如何要在这种环境生存下来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哥。时隔2年半，我再次来到了婆罗洲雨林。这次我的目标是单人单包，在不带食物和火种的情况下，雨林求生15天。好。现在我在婆罗洲雨林原住民的家里面，还是这位老哥，上次带我进雨林的。嗨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这次来到他的家里面，我才发现这个家伙是个狠人啊！家里面摆满了战利品，走，带你们看一下。我靠，一排的野猪牙，这些全是野猪牙齿。这个牙齿的猪得有200多斤，还有这一串吊坠，龅牙，豹子的牙齿。他们家除了柜子里面的小挂件，墙上还有很大的狠货，看到没？这个是野牛头，这个是鹿头，然后这边都是这些小动物的皮毛，这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狠货。云豹，知道什么是云豹吗？在国内是这个，这些也都是鹿头。啊，真的太狠了！这挂在墙上的都是好看的、长角的，不好看的不配挂在墙上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也该出发了。还是有这个大哥带我进林子，有这个老猎人带着进林子，还是很安心的。这边的房子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全是这种吊脚楼。雨林嘛，湿度比较大。我靠，这个河里面的水怎么那么急啊？准备出发了。婆罗洲雨林位于一座东南亚赤道岛屿上，它是整个亚洲最大的雨林。这里动植物丰富，生态未遭到破坏。而我要去的正是雨林深处，独木舟都要行驶2个半小时，哪怕无人机升到最高，也望不到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。这里正是我为期半个月野外生存挑战的地方。啊，哈哈，到地方了！这是真正的雨林腹地，周围几10公里，全是森林。怎么样？这个地方眼熟吗？没错，之前我来过，不过没关系。这一次我准备在这里搞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这次我过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旱季，东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还是这些老演员。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，带了一个小刀，一个防雨布。还是不太相信这边这个天气，应急用吧。有备无患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去之前那个庇护所看一下，兴许还能住那里。哎，我发现这往上游的水都没那么浑了，感觉要清澈许多。看样子雨水是少。就是这里了，这个地形都冲不一样了，不过这个水还是跟以前一样清澈。好，完犊子了！怎么倒了这么大一棵树在我庇护所那里啊？不是，我刚刚找到我的庇护所这里，然后就开始下雨。啊，气死我了！我再也不相信婆罗洲的鬼天气了。啊，不是说6、7、8月是旱季吗？啊！真的下得太急了。刚才还晴空万里，我先把这块地开出来，把雨布支上，就没什么事了。哎，我操！我服了你个老6天气。就这样晒一下吧，我也去晒一下，身上全部湿透了。可以，这个木头可以，把它晒干了，就可以用来取火了。哎，你的什么意思啊？
我这衣服裤子刚刚晒上，这乌云又飘过来了，别搞啊！刚刚落地啊！你妈的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！我操！妈的还在打雷，我操！哎呀！啊，这下好了，随便你下吧，无所屌味了。哎呀，到处都是湿的，难受呀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真的是天崩开局啊！你看身上也挺难受的，很痒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这个南欧的夜开始了。哇靠，全是虫子！我本来想去沙滩上待着的，沙滩上鹅卵石至少是舒服的，对吧？但是我怕半夜下大雨，给我冲走了就不好了。唉，挺着吧，这一夜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早上好呀，兄弟们，可算是天亮了。你别说，这晚上还挺冷的，主要是周围都是湿的，我身上也是湿的，挺过来了就好。今天会出太阳的，我把身上晒干，把材料晒干，就可以取火了。不过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个鸟叫声还挺好听的。去河床上待着吧，去那个鹅卵石上，那里舒服。毕竟昨晚没睡好，我准备在河床上休整一下，等待太阳出来，我就去准备取火的材料，冲火绒、干柴以及取火工具，这些我都要逐一准备好晒干。这关系到我晚上睡觉安不安稳，所以对待这个事情我都格外的认真。做了一个摩擦取火的工具，等下晒干就能用了。由细到粗，所有的取火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一定生出火来。晒得差不多就可以取火了，没有要下雨的样子，应该没问题了。简单的清理了一下这个地面，这营地看着像那么回事了。唉，再有个小床就好了。不过现在是没心思去搞床了，我得去弄点吃的。要说吃的东西，雨林里面应该是最不缺吃的。这有一盆刺棕榈，这些就是可以吃的。这颗也太大了吧！啊，密密麻麻的全是刺，或许我还得再找一下。唉，这个位置找到一盆小的。棕榈芯富含碳水化合物，也是目前最好获取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尽可能的填饱我的肚子，因为我还得要取火。特别嫩。这还有这么大一坨，甜的，好吃。吃完一颗，我又发现了一颗。这晒了那么久，应该可以取火了。啊，相当的干燥，这都是脆的。就在这个河床上搞算了，这个地方宽敞，而且还干燥。在这个位置了。啊！感觉是这个木质太硬了。啊！还是差一点，还是差一点。啊！
这该死的天气又下雨了。取火的事明天再说吧，忙活了一天，身上都黏糊了。哎，我要洗个澡，我不管了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一上午都在砍木棍，准备做一个床。至于取火，我想下午再搞，等材料再晒干一点。大功告成。哎呀，还是公钻取火好用啊！看看这木芯儿。啊！总算着了。那边该死的乌云又飘过来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火搬到营地去。哎呦我靠你！又开始下雨了。我操！快点快点！ Yes， 哈哈哈哈！你搞不掉我的！啊！我干你大爷！真的下着来了，而且这个雨势还不小。我真的很庆幸我带了这么一个雨布，舒服，躺在床上，不用淋雨。这边火堆也是烧着的。雨停了，真的很舒服。这个火刚好在这屋檐下。 而且我身位放低一点，还不怎么熏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空隙那里。走吧，去水沟里面看一下能不能抓点吃的。正好有火了。这个路除了湿滑一点，别的倒没什么。哈哈哈！你是我的啦！哈哈！呜呼呼！ 现在下小雨，问题不大。再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格局完全已经变了，倒了那么多树啊！这里又发现一只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差点从我手上跑了。哎呀，别动！ 啊，完美，烤着烤着，哎呀，来根大一点的柴，烤，把这根大的烧断了就好了，就有柴火了。哎，这里真的太稀了，这些很滑的都柴起来。 等过2天天气好点，重新收拾一下这个营地吧。这2天也忙，而且天天下雨，地上也湿。还是那个味道。该说不说。婆罗洲的青蛙真的
比老挝的好吃。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嘿！靠！哦，好吃。哎呀，天黑了，我也要睡觉了。这睡得太棒了，旁边就是火堆，听着虫鸣鸟叫入睡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爽的吗？